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，也许我还有很多事没答案。我们离婚吧。这20多年来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不相信你想放弃这个家。坚持下去只会让大家更痛苦。成全我好不好？我是不会答应你离婚的。这个家会搞成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我真的很累了。我求求你，让我走。我想过自己要的生活。他一个人照顾弱势的孩子，应该很辛苦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压力大，他要去外面找男人寻求安慰。说过了没有？总公司期望你主动辞职。你一定是怕我向黑社投诉，就恶人先告状。我是你上司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有责任向总公司报告。我没必要包庇你吧？跟妈妈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偷看小男孩小便？有。你干嘛打他？这个孩子，我已经不会教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有天才这样的弟弟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的家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糟。我这么不开心，都是你害的。不准喝，谁也不准喝！我反对这门亲事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我会当做没有你这样的爸爸。我们来了。哇，这么高，现在，我们不可以再拖累爸爸、哥哥跟姐姐。妈妈数到3，我们就一起跳下去好了。妈妈不要跳，妈妈不要跳，我跳就好。妈不要跳，我跳就好。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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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不要跳，我跳就好。真对不起，都是妈妈不好，都是妈妈的错，都是妈妈不好。
妈妈不要哭，我跳就好。不跳，我们都不跳了。对不起，天才，都是我不想爱你，对不起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外婆，天才，哎呀，你真傻！你怎么可以呀，佳云？不可以！慢慢地苏醒，试着忘得一干二净，沉默代替了我和你，快乐也需要有点运气，用尽所有力气，删除所有记忆，没有伤痛，没有过去，让我奔向你要是再这样做，我就马上下去找你。总会有奇迹降临。还有你，你是怎么当人家的老公啊？逼得佳云带着孩子去跳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把他们两个照顾好。我把女儿嫁给你，你是这样的对待她吗？当初她不顾她爸和我的反对，死命的要跟你在一起，她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！不，不要打爸爸。妈，是我对不起她，我才是那个罪人。不管你夫妻俩做了什么事，都不应该牵连到天才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如果你们不要他，那就留给我，我要。我们没有不要天才，我要爸爸，我也要妈妈。你们看，天才那么爱你们，你们呢？你们到底为他做了什么？搬回家里住，好吗？你离家出走了。那好，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你回来吧。就这么决定了。你载佳云去把行李搬过来，天才留下来。好。其实你搬过来和妈一起住也是好，我只是担心天才不能适应。我会重新训练他。你要做工啊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？我可以过来载他的。不用，我已经辞职了。那也好，反正你也很久没有休息了。那家里的开销你不用担心，我能应付的。我们还是尽快办离婚手续吧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想拖累我们。你想太多了。你不要再骗我了。这么多年夫妻，难道我不了解你吗？我明白你现在很难受、很自责，这都不是你的错。那是谁的错？我也不想这样的，可是我真的已经是很累了。
感觉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。我需要空间，我感觉到我自己不能够呼吸了，你明白吗？雨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都是抑郁症的一些症状啊？当初就是我们没有察觉到你爸的病情，才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啊！我不想，你让我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会注意的。现在我活着的目的，就是好好的照顾天才，能陪他走多远，就多远。你不要这样，让我陪你们一起走好不好？我还记得我在结婚的时候许下的承诺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我都会一生守护着你，不离不弃的。我出轨了，你觉得这样的誓言还有意义吗？对我而言，不管你做的什么，我都会一生守护着你。你要时间、空间、自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会一直对你好，直到你不再需要我为止。我在这里等你。不用，你们去休息吧，我可以叫车。没事的，我真的可以的。不要逞强，我去吧。佳丽，佳丽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哪有骗你？那天接我电话真的是你表弟。我看到你为了他打架，你跟踪我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一直在骗我？你是担心我没办法接受你弟弟？郑天维，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。如果你真的把我当你女朋友，就应该对我有信心。但是你没有，那就算了吧，以后再也不要找我了。还有，你弟弟不是问题，不敢认自己家人才有问题。你弟弟啊？没有啦，我们 share table 的。这个怪怪的，谁都叫哥哥。我问你为什么要接我的电话？这个人好面熟哦。不认识的，别看了，走吧。郑天才！天才，走开！哥哥不要难过，没事。I love you。饭洗完了吗？我想了想，还是要给你一个机会解释，不然我不就成了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是骗了你。
你小姨说的没错，我弟弟就是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。从小，我跟我姐就需要帮忙照顾他，送他上学，再接他回家。父母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，所以很少会过问我的事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跟朋友在楼下玩，他下来找我，直接从口袋拿出一只鸡腿，要我吃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朋友们看到我，都会捉弄我，叫我吃鸡腿。所以你讨厌你弟弟？我更讨厌我自己。我做过一个梦，我梦见了他溺水，我却见死不救。我相信你不会的。每当我难过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抱着我，说：“哥哥 ，I love you。”有的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换作我是他，他是我，他会怎么对我？他一定也会一样疼爱你的，就像你对他一样。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我想去找他。我陪你啊，我也想认识他。他见到你的第一句话，一定会是，Hello， 我叫郑天才。你叫什么名字 Hello， 我叫佳丽，你哥哥的朋友。女朋友。哦，女朋友。给你。你为什么要送我花？你就接过吧，你不接过来的话，他就一直捧着不放的。谢谢你，姐姐下次带你去吃 ice cream。好 ，promise。喂，外婆，外婆，哥哥来了，哥哥来了。干嘛乱叫人外婆？你妈没跟你说？说什么？我是她的外婆，也算是你的外婆。在想你妈的事啊？想他干嘛？他对不起我爸，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你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吗？那他有没有原谅你啊？难道就因为他做错一件事情，你要抹杀他过去对你付出的一切？我不是要替你妈妈说话，不过我觉得她嫁给你爸，还要带大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还有你弟弟，牺牲肯定很大。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承受这样子的压力。做错一件事情，这20年来的付出就一笔勾销了吗？
处才有爱。妈妈，几时回家？别问这么多，乖，快点睡觉。妈妈白天带你去楼上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对不起，妈妈以后都不会这么做了。乖乖，关眼睛睡觉。蓝蓝的天空，银河里有只小爱船。爸爸，哥哥，姐姐。坚强怎么没有送你过来？刚才我收拾完行李下楼的时候，看到他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累得睡着了，就没有叫醒他。看得出，他对你真的很好，你没有选错人。如果当年我不是那么意气用事，所有的事应该就不一样了。这都是命。这不是命，是我的选择。如果不是想要赶在有名之前结婚，谁是有名啊？一个你现在连名字都不记的人，竟然影响了我们的一生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你之前的男朋友。可是，他为什么会影响我们呢？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其实是他变心，有了别的女人，我才会跟他分手的。你怎么没有跟我们说？但是，我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坚强，也没有后悔生下天才。我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及早发现爸的抑郁症，让他含恨而终。不是我不好，我真是老糊涂。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这些年，我竟然这么残酷地对你，还要跟你断绝关系。要是我早点放下，你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了。妈，
我还有家人陪伴，你却孤零零一个人，你比我更辛苦。我们都错过了很多美丽的时光，现在放下，会不会迟了？一家人可以团聚，永远都不会太迟。那就好。你为什么突然把我叫回来？那天你听了自己的身世过后，不可以接受，和你妈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，是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一生气就乱说话嘛。你妈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刺激她了，好吗？那你们会离婚吗？你是真的很希望他们离婚，让整个家散，对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觉得这样对爸很不公平，我不想他委屈自己。我不会和你妈离婚的。其实委屈的人是你妈。自从她嫁了给我，她内心所受到的创伤，是我这辈子也无法弥补的。你对她做了什么？不是爸，外公反对他们结婚，所以在他们结婚当天跳楼自杀。今天你妈带着天才，也差点从高楼上跳了下去。我怀疑你妈得了抑郁症。这段日子，我发现她吃不下，睡不好，想法也很悲观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。她现在辞职了，和天才住在外婆家。可是我还是很担心她会胡思乱想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我会劝她去看心理医生，可是我怕她不会听我的。所以你们两个有时间的话，去看看她。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。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。Good morning。为什么走这么快呀？要迟到了。没有迟到。Hello，Mr. So。哎，天才，郑太太。Mr. So。天才放假好玩吗？好玩。妈妈带我去美的酒店，还是找外婆玩。哦，那就好。记得以后不可以做工做到一半就跑掉，懂吗？好啦，可以进去准备开工了。进去吧。谢谢妈妈。妈妈，妈妈。Mr. So。不好意思，那天在电话里我的语气不是很好。没关系，我能理解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先进去了。谢谢你。
妈，怎么了，田曦？嗯？你真的想要丢下我们？你不要我们了？傻瓜，我怎么会不要你们呢？你们都是我的心头肉。对不起，都是妈妈不好，都是妈妈的错。你不要跟我道歉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的活着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。知道了，傻瓜，不要哭了。我答应你，以后都不做傻事了。OK？ 你带弟弟搬回来。这几天回家没有看到你们，尤其是弟弟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没心情，睡也睡不好。你只是一时不习惯，久了就没事了。我永远也不会习惯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你最近会这样，可能是得了抑郁症。我带你去看医生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时间不早了，去上班呢。妈，时间是不早了，我约了一个医生，11点的 appointment， 我陪你去好不好？我没事，看什么医生？妈，去看医生，让我不要做工，我就永远跟着你。我求求你，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傻瓜来你。OK。我没事啊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医生说只要积极面对，继续治疗，你的抑郁症会好转的。我不担心，是你小题大做。我看你还是带弟弟搬回来住吧，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陪你，照顾你。那谁来照顾我妈？她年纪很大了，我不想她一个人住。再说天才在她家也适应得很好。不如你带外婆搬过来住吧。你愿意跟天才一样叫她外婆啊？当然啦，我觉得外婆明理又很独立，我真的还蛮喜欢她的。跟她在一起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她搬过来的话，我愿意跟她一起睡。她一个人住惯了，也不舍得离开老家。你就劝劝她嘛。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。现在至少我和天才可以跟他一起作伴。反倒是你爸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他。昨天看他好像很累的样子。你们两个啊，真的是天生一对。爸叫我多关心你，你却叫我去照顾他，那我不是很忙？我看你们自己照顾彼此还比较好呢。你快去上班吧，我要去接天才了。好，那我们晚上一起吃晚餐。带外婆还有弟弟一起来。好 ，promise。怎么越来越像天才了？你答应我了啊 ？Promise。这个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？她叫瓦迪，是茂丹请来的女佣，
以后他会煮饭给你吃，还陪你聊天。以后你需要什么都可以跟我弟说。弟，去扶阿妈，先一箱给我。OK， sir。老太婆，你又怎么了你啊？阿妈，不要碰我，我弟是想扶你。不用他扶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们请他来服侍你们，尤其是你这个老色鬼。看来妈是在吃你的醋啊。我们回家吧。爸，咖啡来了。啊。现在有我弟在家里照顾妈，总算可以比较放心的出门了。我只是担心你妈的坏脾气会把人家给赶跑了。这不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她分担，不能把妈丢给她一个人照顾。你说的对，要照顾你妈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幸好我弟有照顾失智症老人的经验，希望妈可以慢慢的接受他吧。爸，这个东西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哦，洗男厕的时候在地上捡到的。你今天怎么会来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接女朋友下班需要理由的吗？今天工作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老板有一个主题叫我去做报道，结果反应不是很好，他居然说是我的问题。是你的问题啊！你应该直接说是他的错。这样我明天就不用来上班啦。你养我啊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你会很难养，是不是包吃包住就可以了？你就想。对了，看我找到什么？天空？怎么会在那里啊？是我爸在公厕找到的。我想应该是天才把天空掉在了厕所，回去找却找不到，才会被人误会。一定是这样的。弟弟想要解释，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解释。幸好被你们发现了，总算可以还弟弟一个清白。这盆应该是七里香吧，好像很可怜，都不开花。我很喜欢七里香的花香，淡淡的，就是很香。妈妈喜欢？嗯。你有没有办法让它开花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外婆是说的。你是说剪了它就会开花 ？Yes。会把它弄死吗 ？No。嗯。爸叫我来多关心你。如果不是你爸叫你来，你还会来吗？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如果你不想认我这个妈，我也不会怪你。
你的情况，姐都跟我说了。我那天说话是很伤人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没关系，至少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我那个时候是很生气，所以才会说出那种话。你说的对，天才是我生下来的，应该由我自己来照顾，天经地义，理所当然，不应该拖累任何人。你回去吧，妈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天才永远都是我弟弟，我跟天熙会陪你一起分担。叶，天才，你等我。爸，回房间睡了。爸，回房间睡了，起来。